M270多管火箭系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毕竟它在俄乌战场上是有着不少的亮眼表现。就在今年的7月12号，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向美军交付了首套 M270A2 型多管火箭炮。该改进型呢，属于美国2019年提出的 M270现代化升级改进的一部分。今天就来和各位聊一聊这次改进都改进了哪些方面，改进之后呢又有哪些变化。下面大兵为大家详解。从目前洛马公司透露的信息来看呢，相较于早期的 M270系列远程多管火箭炮 ，M270A2 型重点改进的地方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使用了全新的 M993A2 履带式车辆底盘；第二，换装了改进后的装甲驾驶室；第三，采用了配置康明斯 Sentry 电死控制系统的600马力 V903 发动机。第四，将履带更换为了 T161双销挂胶履带。第五，使用了改进后的传动系统。第六，采用了更为先进的通用火控系统。最后呢，则是安装了升级型的 M269A2 发射装填模块，也就是带有储运发功能的模块化发射箱。由于 A2 配置了新一代通用火控系统，使得 A2 型不仅可以发射早期的 M270系列使用的各种 M227 火箭弹和 AT-ACMS 导弹，还可以发射作战性能更好的新一代精确制导弹药，也就是 ER-GMLRS 远程精确制导火箭弹以及 PRSM 导弹。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 ER-GMLRS 火箭弹，它也是由洛马公司负责研制生产的，属于 GMLRS 远程火箭精确制导火箭弹的增强版，口径依然是227毫米，配置了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射程从之前的 GMLRS 的15到70公里提升到了15到150公里。由于采用了惯性制导加 GPS 制导的制导体制，使得能够全天候对敌方的路面或者海面目标进行精确打击。与此同时，该火箭弹还可以根据所打击目标属性的不同，配置多种不同类型的战斗部，例如沙暴战斗部、子母战斗部等等。至于 PRSM 导弹，也被称为精确打击导弹，是美国陆军近几年远程精确火力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是用来取代早期的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属于一款使用单级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且拥有全天候作战能力的陆基弹道导弹，极限射程可以达499公里以上。此外，增量1版的极限射程可以达到550公里。至于还在计划中的增量3版呢，将会安装带有冲压喷气发动机的联合循环推进系统。此系统早前据称已经成功进行了测试，可以将该导弹的最大射程提高到1000公里。再加上 PRSM 导弹的整体尺寸比之过去的 AT-ACMS 导弹小了一半，所以单个 M270系列和 M142发射装填模块能够装载2枚这款导弹，也就是说一辆 M270可以装载4枚。同时，该导弹还能根据所打击的路面或者海面目标性质的不同，安装不同的导引头和战斗部。而且美陆军也决定让其在之后拥有攻击水面移动目标的作战能力。根据美陆军之前的报道，能让该导弹攻击水面移动目标的导引头是一款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多模导引头，现今已经成功进行了测试。此外，由于采用了新装甲驾驶室、新发动机、新底盘、新传动系统以及新履带， A2 型在防护能力、机动性和路面行驶性能等方面呢，较之 M270系列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强。同时 ，A2 型的弹药再装填时间也减少到了3分钟。虽然在某些外观细节方面呢 ，A2 型和过去的 M270系列存在着些许不同，但是在总体布局、战斗权重以及载弹量等方面差别并不大。它们的战斗权重都在26吨左右，并且最多都可以携带12枚227毫米的火箭弹，成员也都是3人。在上世纪70年代，为了应对华约坦克集群带来的作战压力，北约各国一致认为传统火炮已经无力应对，需要研发出一种压制武器，以此来填补普通火炮与战术导弹之间的火力空白，从而抵挡坦克集群的进攻。在这背景下呢，美、英、法、西德和意大利共同开发出了北约多管火箭炮系统，也就是现今的 M270型多管火箭炮。该火箭炮在1982年开始批量生产，
随后开始装备美军以及北约多国军队。在设计上 ，M270 使用了机动性较强的履带式底盘，可以跟随装甲部队机动作战。其车体前部是装甲操作室，后部则是一套模块化发射储运箱。箱内设计有12个装填槽，能够导弹发射箱或者装填火箭弹发射箱。其火箭弹和导弹会被预先封存进发射箱中，装进即可以发射。整套系统再装填时间不到5分钟，极大地提高了发射效率。早期配备的弹种主要是 M26型227毫米火箭弹，其战斗部内装有644颗子弹药，主要用于摧毁装甲目标、杀伤人员等。最大射程为30公里，增程型号为40公里，一轮齐射的杀伤面积达2.5平方公里，因此还有着钢雨的称号。此外，就是上述提到的 ATACMS 陆军战术弹道导弹，该导弹主要用于打击纵深目标，比如装甲集群、导弹阵地、指挥通信中心、后勤补给线等等。在1990到1991年间海湾战争的地面行动中， M270 一般是伴随着英美的坦克集群行动的，对伊军前沿30公里的内陆区域进行无差别打击，摧毁了伊军大量的坦克集群和作战人员。同时 ，M270 还发射了 ATACMS， 进一步打击了伊军后方的补给线、导弹阵地、机场等目标。伊军中后来就有了不怕战斧，怕钢雨的说法。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呢，美陆军便开始对 M270 的火控系统与机械部分进行升级改进。改进后呢，将其命名为 M270A1。与基础版本相比 ，A1 型呢不仅可以发射制导火箭弹和 ATACMS 导弹，而且大幅缩短了发射车瞄准和再装填的时间，作战的反应速度也更快了。配备的制导火箭弹改成了 M30、M31， 也就是 GMLRS 火箭弹。极限射程为70公里，其中 M30和 M26系列一样，都是采用了子母弹战斗部，主要用于制造大面积压制火力。不过，由于子弹药的哑弹率较高，不符合美军规定，现今呢已经全部升级为了 M30A1型。后者的弹头内呢装有1.8万个直径仅有数毫米的钨钢球预制破片，杀伤效果是更为恐怖。2019年，美国陆军再次对 M270A1 进行了升级，也就是大兵今天所讲的 M270A2。而 M270作为世界上第一款量产的模块化火箭炮系统，它的许多设计都成为了现今火箭炮的通用设计，比如紧凑型发射箱、储运箱以及火箭弹、导弹共架发射技术等等。可以说 M270 影响了现今所有火箭炮的发展。其一呢是多弹种、多口径。它能够将不同口径弹长的火箭弹和导弹分别封存在发射和储运箱当中，之后呢，只需要调整火控系统的参数，就可以实现不同的导弹共架发射，极大地提升了火炮的打击效能。其二呢是制导化、高精度。随着现今制导手段的不断升级，制导火箭弹的打击精度甚至超过了近程弹道导弹，这也使得火箭炮从早期的清除坐标方格式的面积饱和打击武器，转变为了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最后呢，则是轻量化、高机动。在 M270 出现之后，大多数火箭炮开始选择机动性更好的轮式越野载重卡车底盘，比如在 M270 基础上开发而来的海马斯火箭炮，它的车体更轻，可以采用运输机空运，而且机动性更强，更加符合现代作战的特点。另外，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英国陆军计划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将国内的 M270 全部升级到 M270A2， 到时将由洛马公司提供新的发动机、改进的装甲舱室、通用火控系统以及增强的传输和现代化的系统组件。英国这次升级计划将会花费大约2.24亿美元。根据要求，洛马公司将在2026年第2季度初完成 M270 的所有升级工作。不过，由于目前 M270 在20个国家服役，在英国开头升级之后呢，其他国家想必也会将国内的 M270 升级到 M270A2。总结来说，经过这次升级 ，A2 型的综合作战能力比之 M270 系列呢有了更大幅度的增强，尤其是对于新一代精确制导弹药的运用，使得 A2 型可以对更远距离上的路面或者海面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因此呢，随着美国陆军 A2 型的装备将再次会增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考虑到未来配备的 PRSM 导弹
今后的 M270A2 远程多管火箭炮将会成为一款可以发射中程反舰导弹的远程多管火箭炮，进一步强化美国陆军的以陆制海的能力。